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这个无量经在灵鹫山说话了，但是那个无量经在印度没有了。说2500年以后，你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，我翻译的时候特别感动。因为2500年佛法又回去了，王舍城，那个灵鹫山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。我真的是很欢喜。当地的有僧侣，每个月的24日，他们也要在那里诵无量易经，真的是功德无量，就是给予我呢很真实感的，好像我真的回到了佛陀故乡了。这总是有这样的欢喜，这真正是感觉是回归了心灵，这个心回归了佛陀的故乡，那种欢喜心。人间呐，的确呢是实在有这样的人，所以说，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，他很享受在皇宫内，没有出城，他根本不知道苦。他就是因为出城看到了苦，还有生老病死呢，那样肮脏的环境里，他在皇宫很干净，很享受，但是出去看了，是天地之差别。他发现到了，人人无法如他的这样的环境，出去看了，比比皆是，都是苦难、老病，尤其是老病那样的形态。所以呢，他下定决心，因为他要救拔那样的苦难是不可能，哪怕身为王子，他把他的国库呢都打开了，也救不了呢那样的贫穷。他离开王宫，求道修行，在很静很静的境界里，他的心跟脑的已经很宁静了。到了天空，就是成套炸成虚，那个时候呢，眼睛睁开了，突然间的那一念，眼光与星光接触了，启发了心脑之光。就这样，他的意识把人世间的事物的看法，就脱离了人世间这种俗体啦，他就是脱离了。凡事见解、见盖都是净化，所以他要净化人心啊，要先净化这个经改，所有的经改啦，在佛陀的心脑中，他就是很清楚，可以分析的，从有到空，从空呢，再产生了妙有。这个妙有就是佛陀要说法的，很微妙的人间很粗的相，总是呢把它化解到了灵，
然后在临终呢，再产生了微妙法，就开始来分析，从有到无，从无到妙的境界，让我们了解道理，真的道理。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说法的。所以学佛呢，你要学法，要求的是求我们的心灵那样的正信。我每天的早晨，我在礼佛呢，也是身体跟心灵都在这里礼佛，还是在这里呢？沉思，好好的思考，佛陀在那里说的是什么话？总是辛苦的生老病死，在人间呐，有形的物质呢，是成智坏空；在人的心灵呢，是生住异昧，都是事。这事都是呢，三理四法。这种事看到了人间的物质，想到了心灵的思考的真理，所以你们这案呐，你们也要去看个案呐，就看到了老病死、苦难的，所以你们也要为他们解决苦难，不是给他有形的物质，是给他心灵的富有。这就是佛陀要给的。所以说，慈济人呐，师父都真感恩你，听师父说话就是闻法，你们信受奉行。所以现在佛陀的故乡，佛陀所见到的苦，还是永远的苦。他们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苦，这个苦你们去看到了，佛陀故乡还是苦，是贫穷苦难。同样呢，生老病死，户内呢漏雨，还是较长的漏雨，那墙壁呢风还是透的，冬天相信呢还是很冷，夏天呢还是很热。这就是宿命，他们生在那里注定就是苦。哪怕佛陀呢很慈悲要翻转，可惜时间不及，没够时间啦。佛陀成佛，开始要说法，49年的说法，他们到底听多久？你们认识师父有10多年、20多年啦，顶多30多年啦，都在听师父说话，你体认到多少？还不都是在凡夫地吗？我们人人都在凡夫地。我现在说再多法，我还是凡夫地。日常生活跟大家都一样，还是在凡夫地。只是呢，我的环境比较特殊，早年出家，早年呢，少年的时代，我的心智已经脱俗了，
没有家庭的挂累，但是呢，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如来家业，烦恼不比在家少。我假如在家，只是烦恼一个家庭，但是我出家了，要烦恼的是天下事，很多的灾情啦，还是呢，天天我们要分析出来，要如何帮助他们未来的生活等等啊，这都现在还继续在做的事情，这都是慈济人啊，时间不空过。